1783年的美国人眼里，资本就是道德的沦丧，凡是不流汗赚来的钱都是脏钱，凡是玩弄金钱的人都是国家的蛀虫。你要想读懂那个时代，就得先明白杰斐逊给美国人洗脑洗得有多成功。在他的描绘里，美国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开心农场，只要你有一块地，你就是王，你种粮自己吃，织布自己穿，不需要求任何人，也不需要看谁脸色。这种不求人被认为是民主的基石，因为只有当你经济独立时，你的选票才是干净的。在当时的价值观里，银行家和投机商那是比小偷还恶心的存在。小偷只是偷你的钱，而这帮人是在偷你的灵魂。美国的国父们刚开始基本都是一群理想主义者，华盛顿负责镇场子，杰斐逊负责画大饼，富兰克林负责交朋友。这配置看着豪华，但有一个致命的 bug， 这帮人全是仰望星空的云端人士，没一个是低头捡六便士的俗人。民主不能当饭吃，宪法不能当衣服穿。刚独立的美国外债累累，信用破产，就像一个穿着燕尾服却在翻垃圾桶的落魄贵族。这时候华盛顿体现出了他作为带头大哥最毒辣的眼光，他知道家里光有谈理想的大儒不行，还得有一个不怕脏会算账甚至敢玩手段的管家。于是亚历山大·汉密尔顿这个出身卑微当过兵玩过钱的狠角色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。华盛顿潜台词很明确，这种要挨骂的脏活只有你能干。汉密尔顿上台后的第一刀就砍向了当时所有人的认知盲区。他很清楚一个道理，你想让一个人永远不伤害你，最好的办法不是对他好，而是借他一大笔钱，让他判你死掉。联邦政府面对各个州的一屁股烂账，像杰斐逊那种老派绅士的想法是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省吃俭用慢慢还。但在汉密尔顿眼里，这是幼稚，幼稚过头了就不是可爱，而是蠢。他先是建立了国债市场和第一银行，他的逻辑极其反直觉，不仅不急着还钱，还要把各州的烂账全收上来，打包成国家信用，让大家继续买。这就好比你欠了村里首富1万块，你不仅不躲，还大摇大摆的去找他，再借我10万，我带你上市。一旦首富买了你的股票，他就成了你的合伙人。为了不让自己的钱打水漂，他不仅不会逼死你，还得盼着你发财。这是顶级的人性博弈。汉密尔顿硬生生把债务变成了纽带，把原本松散的联邦用金钱的锁链死死捆在了一起。但这套玩钱的方式彻底激怒了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。在杰斐逊眼里，这简直是大逆不道。第一银行那不就是搞集权吗？那不就是我们要推翻的暴政吗？眼看这套救命的方案就要胎死腹中，汉密尔顿立即教杰斐逊做人。他没有在会议室里吵架，而是把杰斐逊拉到了饭桌旁，开出了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筹码。你不是想要政治中心吗？我把首都给你，但我只要一样东西。为了这个交易，汉密尔顿甚至背叛了自己的老家纽约。纽约在当时是属于临时首都，他支持把新首都建在杰斐逊的老家弗吉尼亚旁边，也就是日后的华盛顿特区。在汉密尔顿面前，没有什么主义之争，全是利益的置换。如果说前面的操作只是权谋，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步，汉密尔顿在人性边缘更是极限微操。1789年，法国大革命爆发，英国人因为法国帮助美国独立战争，正被法国恨得牙根痒痒，一看机会来了，马上动手干你都不带手软的。独立战争没有法国人当年的出钱出兵，美国坟头草都2米高了。现在法国大哥有难，全美国人民都热血沸腾，喊着要报恩，要帮法国打英国。只有汉密尔顿像一台没有感情的计算器，冷冷地挡在了所有人面前。他的饭盘打得很精，他觉得现在的法国乱成一锅粥，帮他没有任何的好处。英国虽然是仇人，但他是最大的贸易伙伴，得罪了他，美国经济就得崩。于是他怂恿华盛顿宣布中立。这还不够，到了1794年，他甚至推动签订了结伊条约，不仅卖了队友法国，还允许英国人在美国内河航行，只为了换取英国的贸易优惠。法国人是懵了，我拿你当兄弟，你拿我当耗材。不单指法国人骂他，就连国内也是一片骂声。对于这种死皮赖脸一定要和英国交好的行为，汉密尔顿说过这样一句话作为解释：在国家层面上，没有固定不变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不变的敌人。后来类似的话，丘吉尔说过，戴高乐也说过，还有很多人说过。不过最初的版本出自汉密尔顿，骂名留给了汉密尔顿，繁荣留给了美国。就在国内道德君子们把汉密尔顿骂成卖国贼阴间的时候，欧洲的真金白银却开始疯狂涌入美国。法国外长塔列朗虽然恨得牙痒痒，但也不得不承认，美国的国债安全得让人嫉妒。汉密尔顿用一种近乎自毁名誉的方式，为美国换来了最宝贵的2样东西：和平的发育时间和源源不断的资本。在美国建国初期，所有人都沉浸在杰斐逊描绘的田园牧歌里，表示美国应该是一个由淳朴农民组成的农业国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这就是天堂。只有汉密尔顿一巴掌把他们拍醒，他在1791年写出了震古烁今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。他的逻辑非常冷酷但精准，没有工厂，没有烟囱，没有机器，美国永远只能是欧洲的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。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，设立关税壁垒，保护本国幼稚的制造业，这在当时被骂成了筛子，被认为是想搞资本主义的腐败。但历史最终投了汉密尔顿一票。100年后，正是汉密尔顿设想的那些钢铁洪流和工业体系，让美国超越了英国，并在二战中成为了世界的兵工厂。杰斐逊赢得了当时的人心，但汉密尔顿赢得了美国的未来。汉密尔顿是一个复杂的人。1800年总统大选出现了僵局，一边是他的一生之敌杰斐逊，有事没事就要骂一顿汉密尔顿是道德沦丧、硬奸卖国贼。
一边是和他流过血的战友阿伦·博尔。但汉密尔顿做出了一个惊掉所有人下巴的决定，他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力，力保死敌杰斐逊上位。他的理由是，杰斐逊虽然有错误的原则，但他至少是个有原则的人，而博尔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。为了国家，我宁愿选一个有原则的敌人，也不选一个没底线的朋友。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了后来博尔对他的仇恨，最终引发了那场著名的决斗。1804年，汉密尔顿死在了博尔的枪下，他故意把枪口抬高，没想杀博尔，但博尔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肝脏。他一手打造了美国的金融帝国，让无数投机商一夜暴富，让国家信用从垃圾变成了黄金。但他自己死的时候却欠了一屁股债，连葬礼的钱都是朋友凑的。1794年，法国那个著名的变色龙外交官塔列朗流亡到美国。他在深夜路过纽约的一间办公室时，透过窗户看到了一幕让他终身难忘的景象。美国的开国元勋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正在昏暗的烛光下埋头苦干，为了微薄的律师费熬夜写文书。塔列朗后来在回忆录里感慨道：“我看到了那个让美国富起来的人，却为了养活自己的家庭而通宵劳作。要知道，当时的汉密尔顿手里掌握着整个国家的金融命脉，他只要稍微动动小拇指，透露一点国债内幕消息给朋友，或者自己偷偷买一点，他就能成为纽约首富。但他没有，反而是穷得令人发指。在那个没有监管的年代，财政部长搞点内幕交易简直是手拿把掐。但汉密尔顿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荣誉洁癖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为了证明第一银行不是为了自己敛财，他刻意切断了一切利用职权赚钱的可能。这种极端的自尊注定了他发不了财。他死后债主盈门，他的遗孀伊丽莎白甚至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。最后还是纽约商会的商人们，那些曾经因为汉密尔顿的政策而发了大财的富豪们，出于怜悯和敬意，秘密搞了一次募捐，凑钱买下了汉密尔顿的房子，才让他的孤儿寡母有了栖身之所。年轻的美利坚很幸运，因为他不仅有仰望星空的杰斐逊，还有一个愿意为了现实在泥潭里打滚的汉密尔顿。然而讽刺的是，仰望星空的杰斐逊反而富得流油。杰斐逊之所以能优雅地仰望星空，是因为有600个黑奴正跪在泥地里替他负重前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一种最昂贵的奢侈品，叫做道德洁癖。它通常只属于那种从出生起就不需要看账单的人。他继承了父亲和岳父的巨额遗产，包括几千英亩的种植园和几百名黑奴。对于杰斐逊来说，无论他在费城写独立宣言，还是在巴黎喝红酒，他在弗吉尼亚山头上的蒙蒂塞洛庄园，都在日夜不停地自动为他生产财富。